能影响诚意数据的只有诚意本人，一个不会吹的粉丝团心理学。能影响诚意数据的只有诚意本人。就这一句。我第一次刷到这条热评的时候，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那天我本来是想找点资料的，结果被这句话卡住了，坐那儿愣了得有半分钟。因为你细品，这话他是粉丝自己说的，还是那种带着点自嘲又特别宠溺的语气说出来的，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你说一个粉丝得对自家正主是种什么样的感情，才会心甘情愿的把我们不太行这句话说得这么甜？你猜怎么着？我发现网上聊起诚意这个粉丝团啊，总说他们跟别家好像不太一样。别家粉丝是恨不得24小时控评、打头、晒牌面，生怕自家实际没人看见，那真是把每一条数据都当成阵地在手。诚意粉呢？据说正主一出来，完了，什么数据什么控评全忘了，手机还举着呢，脑子已经飞了。行，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咱们轻松点聊，我想从这个怪现象入手，一层一层给你剥开看。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我觉得它其实藏着一个特别正向的东西。而且我跟你讲，越往里包越有意思。先说第一层，也就是你表面听说的那个东西，网上都说诚意的粉丝好像不太会吹。我先声明一下，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具体细节，很多是我在粉丝圈里刷到的说法，具体是哪场哪次，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你就当个网络流传的印象听，别太当真。反正大意就是，正主出席活动的时候，按理说这是粉丝秀肌肉的黄金时刻，对吧？该刷数据刷数据，该做图做图，该抢热搜抢热搜。可网上的段子是，粉丝的关注点老是跑偏，就盯着正主那点真实接地气的小细节看，花痴去了。该干的正事呢，回头再说吧。说白了，粉丝口中这个粉丝团的反射弧是真的长。别的粉丝团像精密仪器，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控评天团上线，反应速度以秒计。诚意粉在这些说法里更像是，怎么说呢，一群看到正主就走不动道的人，实际摆在那儿都懒得吹，光顾着花痴了。你要说气人吧，还挺气人，你要说可爱吧，是真可爱。好，这是表面。拉回来，如果只看到这一层，你可能会觉得，挨着粉丝团是不是有点业余啊？连基本的数据维护都做不好，这不是拖后腿吗？别急，听我说，这就得进到第二层了，这个反射弧背后到底是什么心理？而这一层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聊的东西。我先说清楚啊，别误会，我说粉丝不会吹，绝对不是说人家笨，恰恰相反。你想想看，一个粉丝团会拼命控评，拼命打头，通常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焦虑，是因为怕自家哥哥热度没起来，怕市场反应慢半拍，怕这一波没接住，所以得靠粉丝的力气去把数据顶上去。这是一种救火式的爱，背后其实是不安。你越怕失去什么，你就越用力的去抓什么，人都是这样的。而如果一个粉丝团真的那么松弛，那逻辑其实是反过来的。粉丝敢不吹，敢把注意力全放在花痴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焦虑，他们心里有底，不觉得需要自己拼命去救什么。这里插一句啊，这个角度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不一定100%对，如果说错了我下期改哈。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个粉丝团松弛到什么程度，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正主稳到什么程度。你见过哪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粉丝团能有闲心去心疼哥哥这个那个的？没有，人家忙着打仗呢，哪有功夫花痴？所以你看，花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是一种我知道你行，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当个憨憨的底气。所以你看，扯远了哈，我得补一句，我不是在踩任何别的粉丝团啊，各家有各家的活法，饭圈内卷的厉害，很多打头控评是被行业逼出来的，不是粉丝的错，是这个大环境把大家都架在火上烤。我只是说，这种松弛感，在现在这个人人紧绷的环境里，是真的挺稀缺的。稀缺到你一看到，就知道这里头不一样。好，
下一个点。第三层，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层，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松弛？答案还是绕回那句热评，能影响诚意数据的，只有诚意本人。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这句话表面是自嘲，哎呀，正主一出来，我们就啥也顾不上了。但你把它翻过来看，这是什么？这是最高级的夸奖啊！你细品品这个逻辑，粉丝承认，全世界的黑热搜，全世界的竞争对手都动摇不了他们，唯一能让他们破防，让他们数据崩盘的是正主自己。他的意思是，正主本人的魅力大到能让最应该干活的粉丝当场破功，当场花痴。他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数据变量。说白了，正主往那儿一站，就是最强的 carry。而且你别说，一个艺人如果魅力真到位，那不光对粉丝管用，对圈内人一样管用。这里我得强调一下，关于业内到底怎么看诚意，我手上没有硬信源，我只能从常识和行业规律上给你推一推，这纯属个人推测啊，你们比我懂得多，我抛砖引玉。我跟你讲这个道理，能让业内同行愿意跟你深交，愿意跟你合作的，通常靠的绝不只是流量。流量是泡沫，说没就没，风一吹就散。能让业内认可，能沉淀下来的，是实力，是口碑，是这个人本身好相处，有分量，拎得清。这个在圈里叫什么？叫人缘，叫路子正。一个演员能走多远，很多时候不看他一时多红，看的是同行愿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用个比喻啊，一个能立住的演员就属于那种长线价值股，不是那种今天暴涨明天暴跌，全靠情绪炒起来的，是现金流稳健，越品越有味的那一挂，火候刚刚好那种，慢工出细活。这种类型的艺人可能起势没那么猛，但你放长了看，反而是最抗跌的。等等，我得先说个背景，不然你听不懂这个业内认可有多难得。现在这个市场啊，那阵子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流量泡沫，捧了一茬又一茬只有热度没有作品的人，摔得也惨。所以业内其实对只有热度没有实力的艺人是有点应激的，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个人能同时收获年轻观众的喜爱和市场的长期认可，这两件事能凑一块，这事分量很重，真的别小看。行，现在回到诚意本人。所以你把这三层串起来看，粉丝不焦虑，是因为正主稳，正主稳，是因为他本人的作品和口碑立得住，而这份立得住，又反过来让粉丝可以安心的去当个只会花痴的憨憨。你看，这是个闭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段子，这是一整条自洽的逻辑，一层扣一层。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第四层，咱们往深了说一点，也是我今天最想跟你分享的一点。作为粉丝，我当然希望诚意好，我承认我有偏爱，这个我不藏着。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跟你保证是公平的。网上描述的诚意和他粉丝之间这种关系，是一种特别健康、特别可持续的关系。这句话我掂量过才说的。其实想想，饭圈这些年出了太多问题了，什么集资、互撕、数据造假、脱粉回踩，闹得乌烟瘴气，把好好的一份喜欢弄得像上班打卡一样累。根子在哪？在焦虑，在把爱一个人扭曲成了必须证明他比所有人都强。可你想想，喜欢一个人本来是件多让人开心的事啊，什么时候变成任务了呢？而如果粉丝爱的特别纯粹，我就是喜欢看你这个人，我不需要靠数据来证明我的爱有多大，我不需要跟谁比，也不需要向谁交代，那这种关系反而最稳，也最长久。因为它不建立在赢上面，它建立在喜欢本身上面。赢会输，但喜欢不会。这种松弛，说到底是一种信任。粉丝信正主能走远，所以不慌，不慌，所以才有闲心去心疼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是双向奔赴，你说是不是？这种关系，很多明星拿钱都买不来，求都求不来。好了，长话短说，回到最开始那句热评，能影响诚意数据的，只有诚意本人。绕了一大圈，我现在的理解是，这句话哪是什么自嘲，
这分明是一句写得特别高级的情书。他说的是，别人的攻击，别人的比较，别人怎么看，我们都不在乎。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牵动我们的，只有你这个人本身。而这个人本身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任何数据来加持。那今天这个小话题就先聊到这儿。不过我想给你留个小作业，你去翻一翻诚意任意一段开机或者活动的花絮，就随便一段，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是哪个瞬间让你也突然忘了什么控评数据，光顾着心疼或者花痴了。我特别好奇你们的答案，也想看看是不是真像网上说的那样。懂他的人会懂，这种喜欢啊，从来不需要用力去吹，它本身就已经很响了。咱们评论区见。